Hello，各位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是阿伟。现在拍摄时间是12月20号的周六下午5:07。好啦，我们一样现在回顾一下我们的账户还有我们的投资状况。好，这个截图38049，这就是我现在这个时间点截图的状况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 SPY，这个是我之前写的我的投资计划，可以看到这个月应该这个是几号？12月12号，上周五是有跌1%的，所以有达到 BTD 的条件。到这里12月17号也有跌到1%，所以也有达到 BTD 的条件。12月19号是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五，是我 DCA 的条件，所以应该要买3笔。但是我刚刚去看的，做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刚刚去看一下我的交易记录，发现我只买了2笔。这个图我是买了2笔，对，我还发现原来我自己少买了1次，有跌到1%，但是会遇到，没办法，这个礼拜真的工作，刚好我工作的旺季最忙的时候是这个时候了，差不多到明年过年前，我工作都会很忙，这几天不夸张，我都晚上8点才下班，对，所以就真的少，回家都有点那种行尸走肉的样子，真的少买了1次。那至于这个问题要怎么预防，我刚才以为什么跌1%就买这件事情也很简单，应该不会忘记，没那么笨。就对，确实你生活忙起来的时候呢，投资真的会被忘记。那我就在我的投资计划的里面又下了3个 alert，就是警示。当然那个也可以用这边直接用快讯啊，当然好像只能限制用1组。如果你是写程式，可以就比较可以无限组，就跟写指标的概念一样。我就下了3个alert，但我第一次写，我就写那个GPT 帮我写的，反正我就把调 DCA 跟 BDD 的条件，如果有达到，我 App 会在我手机上跳出提醒。对，好像也可以设定送信什么的，对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。这里只触发1次啊，每根 K 线触发1次，每分钟什么的，也可以选它怎么提醒你的方式。这里可以快讯的名称、讯息、通知，有 App 的推播通知。还有什么发送电子邮件，然后会发送声音什么的，对，大家可以真的是不要相信你自己不会忘记，真的你生活很忙的时候真的会忘记，所以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个 TradingView 的快讯功能。好啦，下次就不要再忘记了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行情，我先把这个指标切回来，切回我这个指标。好，这个是 SPY 的走势。套上这个指标后，你就会发现它这样小小的创新高，再往下跌，跌到这个60MA 跟 EMA 之下，有往上这样被反弹上去。我们先挂上成交量分布，可以看到成交量分布比较大，成交量还是在这个662这里，上面就这里是多少？684跟这个671也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成交量。对，这里比较好的是赶快上去啊，不要再在这边囤积密集成交区了，不然有可能又会被压下来。对，但是我们看一下抵扣价会怎么发展，推演一下均线会怎么走。我画一下这个。好，我们往右边算5天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未来5天可以看到20年内的抵扣价从这里白色的虚线走到白色的实线，所以抵扣价往上走，所以现价在这里，所以最好啦，要走到比这天的收盘价还高是多少？收盘价是683.39，对，要走到比这边高，均线才会保持向上。对，大家就这样自己移动，一天一天看。现在抵扣价在这里嘛，很低，所以这个20NA 是往上，那个均线是正的。60NA 是从这里走到这里，所以现价在这里，所以应该60NA 一样都是往右上角的那个方向。120NA 抵扣价在这里，所以应该也是持续的找右上运行。所以现在最好就是直接赶快在走上创新高。这个形态大家如果有学过，有学一些技术分析，应该会知道这个是非重带柄。这个形态通常就是蛮多交易者会在这个地方布局的一个形态。这个形态之后再跟大家讲。我现在变被动交易者，应该不应该多讲一些太多的 SPY 差不多这样。那我们看一下0050的状况是密集成交区在这边，其中一个很下面的，下一个在这里，这条上62，对，差不多这里，这里刚好就打到密集成交区，是62往上反弹。那这个刚好，我们一样先拉扣价，
我在技术分析的时候，很常看到这个状况啊。未来5天20NA 的底构从这里走到这里，现价应该目前都是比它高的。20均线跟60均线接近一个快要交叉，但没有交叉，这种状况我在之前交易周很常看到。这种状况通常都是会在走一大段很长的行情。如果要交叉没有交叉，最后又走出去，通常真的没交叉，这样就会走出一段很大段的行情，就是一个新的上涨趋势的开始。那60NA 底扣就在这里，120NA 底扣就在这里，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阻力，100什么 NA 都右上角运行，所以现在就0050台股就是一个很好的加码点位。对，密集成交区也只有62这里，再往上这边一小段，再往上其实都没有什么密集成交区，所以这边我觉得台股很容易又开启一个向上的行情，我觉得好，那就讲这么多，好，跟大家闲聊一下好了。对，最近又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这个，我想最近有在看新闻的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台湾又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随机攻击案。我觉得这个对社会的伤害真的都很大了。上一次我都还历历在目，上一次好像是去年在中捷有一个人在那边乱砍，有一个什么好像是个正义哥去什么制止他，他也被划了一刀。这种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很难防，你不可能说你都不出门，但人一定要出门。有时候你就势必会去依赖一些大众交通运输，像我现在自己上班也都是搭客运。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在什么客运上面或者什么捷运上面发疯之类的，这种我觉得真的好像很难防止。但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，能防御的方法，就真的是大家滑手机。现在太长的其实都在滑手机了。你在那些大众什么交通运输啊那种时候，我觉得手机就真的，要滑可以，但是一样要观察周边有没有什么怪人。如果你提倡有些预警到怪人，那你就自己先去离远一点。我觉得这比较能保护自己啊。但其实更好的方式当然是我们台湾的警方提早先，因为我记得这个人是什么通缉犯，对，抓通缉犯的力道要加强啦，对，要更警戒通缉犯的那些行踪。因为我记得台湾有一些很多事情，那种很多对一些犯人他们都很轻判，后面都把他放出来，他们又放行。我觉得电子脚镣那些东西其实就或是什么的，科技这么进步，就应该要先去束缚一下，了解一下他们的行踪，不然我觉得这个像你看，他从北车换一套衣服逃到中山站，根本就一般太难抓到了。如果你没有一些什么科技的工具介入，而且刚事情爆出来，我推上面大家还在讨论这个是不是两个人？如果这个是两个人，其实对社会的恐慌感更强，也有可能是什么集体犯罪之类的。但后来应该有确定了，他是换衣服又跑过去，边常要去跳楼，跳下来他又没有护膝了，所以有可能人家觉得什么跳楼的还是什么顶替，对，后来现在确定都是同一个人做的，对，比较要去追踪到这些资讯也很难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也是很遗憾。那些你看这里造成多少？现在已经造成15个人送医，包括这个犯人，所以4个人死亡，2个人在加护病房。对，台湾你看上次台中捷运的砍人，还有什么郑捷，还有很多这种，其实真的是台湾我们应该是一个治安相对安全的地方。我觉得最近又发生这种事情，我在想会不会跟社群上面的压力啊，或者什么。这会造成这种人会有这种犯罪的心理，蛮可怕的。对，大家只能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小心，对，大众交通运输的时候要有一些警备心。好啦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今天就聊那么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